她没时间陪我产检，却陪我闺蜜窝在床上看世界杯。闺蜜宠我追的心，做我爱吃的菜，给我孩子当干妈，最后连我男人都爱上了。周思哲怎么回事？一天到晚忙工作，老婆孩子都没空管了。产检做完最后一项，出来见到我妈，又听她抱怨起来。都快9个月了，她还放心你自己跑医院？男人没一个靠得住，走廊上人来人往，我妈音量不小，数落的是周思哲，我却跟着脸上无光。她摸着我一天天胀大滚圆的肚子，眼里的嫌弃却藏不住。行了妈，他不是出差吗？本来要提前回来陪我，是我说不用的。我自认身体素质还好，除了最近贫血严重点，孕期其他不是反应较少，大部分时候肚里的崽很乖，不怎么折腾我。我又一向独立，自己能行的事基本不愿麻烦别人，哪怕是最亲近的人。周思哲对我这一点是又爱又恨，有时候欣赏我对他的信任与不粘人，有时候又想让我对他依赖撒娇。话音刚落，他的电话打进来，我妈扶我坐下休息，扭头收拾那堆就诊单子，不再看我。周思哲关切地询问我身体状况，说他还在 D 市，但基本忙完了，跟客户吃便饭就坐今天最晚一班高铁回 B 市。林一也回来吧，他还适应吗？你们相簿没有冷落他吧？林一是我和周思哲的发小，也是我从小学到现在最要好的闺蜜，今年刚跳槽到周思哲的项目部，但两人一向不对付。用林一的话说，从小到大，他一直看不上周思哲那种学霸的谦虚和伪善，而周思哲则是受不了林一的高冷傲慢。周思哲带上惯用的不屑语气，我媳妇都发话了，你说我敢吗？转而开始耍赖，哎，你说你怎么回事？就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老公我？一天到晚0101，我们又说笑了2句，对他说完一路平安，我才挂电话。我妈憋着火搀我下地库取车，送我回家，又唠叨了一路。我听到耳朵差点起茧子，从没如此盼望周思哲赶快回家救我于水火。然而等红灯时，我刷手机，不小心看到诡异的一幕。1分钟前，林一刚发了条朋友圈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双手被领带打了结，出现在铺着白色床品的酒店床上。疑是旖旎，照片下配文字：出差、看球、打怪兽。我刚想留言，震惊于他清心寡欲这么多年一夜之间开窍，却被那条眼熟无比的领带吓到。灰蓝条纹上绘着一颗红色的心，品牌限量款，和我送给周思哲的生日礼物长得一模一样。陈言，我说没说让你少看点手机，眼不要了。耳边响起我妈不厌其烦的叮嘱，我却置若罔闻。我直接点进林一的头像，看他主页，但那条朋友圈却突然不见了，仿佛刚刚什么也没发生，是我眼花。车子重新发动，我肚子却突然疼了起来，眼前渐渐模糊，直到完全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病床上输血，窗外天都黑了。这几天食欲不振，午饭吃得少，贫血又犯了。我还好意思自诩身体素质不错，看到那么震惊的照片，还不是被吓得昏过去。一睁眼就看到我妈愁容满面，眼眶发红。我轻抚上浑圆的肚子，心里一颤一颤的难受。你这孩子从来就不让我省心，结婚找个没家底的老公，还没1年又怀上孩子，我一个人拉着你长大，就想让你嫁得富贵点，轻松点，你可倒好。耳边是我妈日复一日的控诉，听得我格外心烦。我知道她怕我受罪受累，自从我爸去世，独自带孩子的苦她尝过太多。当初谈恋爱时，我妈就嫌弃周思哲家条件一般，怕我将来嫁过去受委屈。但其实我带团队做品牌设计，工资水平不低。周思哲也还算争气，一步步升职加薪，到现在独立领导一个项目组，家里也换了新车，买了新房，肚子里的宝宝即将降生，明明一切都在步入正轨。如果不是刚刚那条诡异的朋友圈，我只会对我妈这些废话充耳不闻。咱们家又没有林一家那么好的条件，不用发愁。可要像周思哲现在忙得一天到晚不着家，连你生病难受都不能陪着，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这些话我听了不知多少次，此刻却更觉讽刺。如果我昏倒之前没有眼花，那么那张诡异的照片算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周思哲和林一的势不两立算什么？我只想赶快打给他们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只想直接质问。刚摸到手机，病房门就突然被推开，周思哲拉着行李箱，风尘仆仆地赶来了。照片被删，没了证据，可我不想横生误会，直接开口问他：我送你的条纹领带去哪了？领带？周思哲错愕了1秒，随即不动声色地走上前，轻轻抱了抱我。不知是不是我敏感，我闻到了他身上轻飘飘的烟味，混合着一丝女士香水味，是我不熟悉的味道，淡得几乎不易察觉。但周思哲明明在我备孕前就已经戒烟了。在箱子里呢？怎么了，妍妍？还有没有不舒服？我虚弱地推开他，眼里不知不觉蓄了湿气，拿出来我看看。周思哲微皱了皱眉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他放倒行李箱，翻出了那条生日礼物领带，灰蓝条纹，整整齐齐地被卷起来，那颗红心静静地躺在上面，看上去没有一丝异常，仿佛那条朋友圈是我刚做过的一场噩梦。
我和周思哲四目相对，他看起来坦坦荡荡，显得此刻的我像个莫名其妙的小丑。怀孕以来，我很少情绪失控，工作和团队推着我往前走，周思哲的忙碌促使我磨练出更多耐心，我妈反反复复的操心也无形中给了我压力。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能失控，不要被激素左右。唯有夜深人静，偶尔胎动的时候，失眠中看着周思哲搂在我腰间的手，会有患得患失，害怕过工作和孩子不能兼顾，担心过身材走样，甚至瞎想过枕边人会变心。周思哲，我说你一条破领带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妈又忍不住开骂，能不能先管管你老婆，带着个肚子还贫血晕过去，整天就知道出差，我看你是钻到钱眼里了。对不起妈，下次不会了，我跟公司申请过了，这几个月都不会再出差，往后我肯定陪着妍妍，您别生气，气坏身体不值得。周思哲握住我的手，体温从掌心传到我手背，眼里满是关切。对不起妍妍，让你难受了，我有些动容，也怀疑自己刚刚是否看错。就在这时，肚皮突然明显动了一下，周思哲也看到了，眸中含了初为人父的激动，轻轻贴上来，和我肚里的小崽子打招呼。爸爸来晚了，宝宝对不起，你和妈妈辛苦了。我的眼眶一瞬间湿了。周思哲为了这个家默默奋斗，辛苦奔波，我们的婚姻本就不易，也许我不该怀疑他。我的手刚抚上他后背，林一冲进了病房，他直接忽略掉周思哲与我的亲昵，径直向我奔来，满脸的担忧不是假的。可当他越来越靠近时，我又闻到了刚刚混在烟味里的那股淡香。方才的敏感似乎有了答案。陈妍妍，你怎么又贫血？看你脸白成什么样了？说了让你按时吃饭。林一眉头皱起，盯了我2秒，才转头和我妈打招呼，看向周思哲的时候带着一脸冷漠。还有林一啊，这大晚上的你怎么也跑来了？快替我管管陈妍这孩子，一天到晚让我操不完的心。我妈又开始喋喋不休。林一冷了一张脸，手上却很轻柔，她像从前一样捏了捏我的耳朵，还不忘瞪我一眼。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月份大了，身子很沉，今天这一晕，当真给我添了些疲累。今晚我第一次不想硬撑。眼前的3个人都关心着我，有人能依赖，我本该知足和幸福。我真希望一切都是我多想。瞧你手冰的，拿着好好暖暖。林一把我的手从周思哲手里抢走，将一袋暖宝宝塞进我掌心，包住我手背。我抬头看他，思绪万千。怀孕以来的这几个月，周思哲越发忙碌，更多时候陪在我身边的人是林一，是他陪我去医院产检，帮我挂号、排队、取药，是他给我熬红枣粥，怕我贫血严重，专门给我研究食谱。没跳槽到周思哲公司前，只要他出差，林一就会准时来我家报道，变着花样投喂我。我的怀孕日记里，每一篇几乎都有林一的身影。再看周思哲，他已从我身上起来，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和林一连个眼神交汇都没有。若换从前，他们之间的冷漠无交流再平常不过，本就是互看不顺眼的2人。但看过那种照片后，再审视他们2人，哪怕不说话，2人之间死一般沉寂的零交流里，也透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怪异。被林一突然删掉的朋友圈，粘在周思哲身上莫名的香味，都让我心烦意乱。我第一次觉得林一陌生，第一次不想看见他，第一次害怕失去他。看我状态不好，林一又叮嘱了几句，让我好好休息，对着周思哲简单点了个头，便离开了病房。他走后，我妈又忍不住多管闲事。林一这孩子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到现在也没个对象？我美容院里多的是富太太，富二代随便挑啊，改天给他介绍介绍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周思哲倒先开了口。妈，林一一向眼光高，看不上什么富二代的，他无端顶了一句，似乎正撞上我妈枪口。我说林一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操心操心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吧，我不想参与争执，心里却也隐隐想要一个答案。是，林一喜欢的男生类型少见，从小就跟我不一样。思哲，我看你学弟许瑞就不错，挺符合他口味的，你怎么没撮合一下？话音未落，周思哲马上反对，他不行。我的眸光完全暗淡下来，盯着周思哲，不愿面对的那个答案仿佛快要浮出水面。再说吧，现在你身体要紧，我先去叫护士，一会儿就带你回家。他应该也觉出了不对劲，紧紧闭上嘴，而后走出了病房。和我妈分别后，我和周思哲回了家，一路无言。我用身体不适来伪装自己的低沉。我真的不愿去深究，哪怕周思哲真的背着我乱搞，那人也不能是林一。我被周思哲护在怀里进家门，他半跪在我新换的奥特曼地垫上，默默为我换鞋，又端来一盆水给我擦脸洗手，像从前一样无微不至。不出差的时候，周思哲体贴入微，对我的照顾一点也不比林一差。孕后期，他甚至提出让我辞职，他想让我当全职太太，说他养得起。我们还因此争执过，虽然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太辛苦，担心我兼顾不了工作和孩子。没搬来 B 市以前，我和林一、周思哲是一个院里的邻居，还是同一所小学的同班同学。
小时候他俩就不对付，林一从不跟男生玩，周思哲则是3好生，乖孩子一个，只有我整天瞎跑，在他们之间反复横跳。后来我和林一两家都搬来了 B 市，周思哲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去。再后来我爸车祸去世，我妈脾气日渐暴躁，林一爸妈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没时间管他，我们俩小孩只能相依为命。我妈开美容院不容易，在外面赔笑脸，回家就给我气受，又是嫌我成绩不如林一好，又是怪我只爱画画不学习。但林一总是维护我，不止在我妈面前，而是凡事都罩着我。明明我们两人口味完全不同，喜好迥异，他却愿意事事配合我，顺我意。追我追的星，看我看的剧，吃我爱吃的肥肠、螺蛳粉，吓退嘲笑我没爸爸的人，揍跑欺负我的混蛋，赞赏我的话也帮我提高成绩。因为有他的鼓励，我更加勇敢踏上设计师这条追梦路。大学时，林一出国留学了，而我如愿考上地大美术系。没有他在的日子，我更加努力，却也深深孤单。大3下学期的慈善活动里，我和金融专业的周思哲久别重逢。他是活动的主办人，带着我拉赞助、搞设计、修方案，肯定我提出的各种建议，支持我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。最终我们的团队拿了大奖，我也被业内知名企业青睐，收到了实习邀请。忙碌之余，他与我追忆从前的幼稚，畅想未来的美好。他的优秀和上进吸引了我，他的细心和真诚也温暖了我。我好像突然开窍，知道自己也可以被更多人喜爱。几个月的慈善活动圆满结束，聚餐完，众人闹着去唱歌，周思哲陪我走在最后，几次想牵我的手。包房里，我点了一首余佳运的《奥特曼》，说要献给我的奥特曼。谁喜欢我，谁靠近我，都不及你眼眸，不想你拯救星球。我知道你也会偶尔难受，只是他们听不懂，也许不能够厮守到老。但我会飞向你的星云，然后带上我的问候，那是我的隐晦告白，也是我的真挚感激。感谢他赞许我，鼓励我，为我的追梦助了一把力，在我苍白挣扎的人生中添了一抹明亮。一曲唱罢，他抱住我，向我表白，当着众人问我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。实习期满，我留在了目前的公司，待遇高于业内平均水平。我把好消息分享给林一，他在时差之外的电话里为我高兴。彼时，周思哲也进了一家大企业，没多久就凭借实力转正了。恋爱纪念日那天，恰逢林一回国，我拉着他来见周思哲，举杯后让他们2人相认。但长大后的他们依然不太融洽，周思哲全程淡然，林一则始终冷着一张脸。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，他只说看不惯他这类学霸的伪善，但仍祝我幸福。周思哲则是觉得他高冷傲慢，有些目中无人。如此，我也不强求他们非要搞好关系，就这样不冷不淡处着。一直到林一跳槽到周思哲的公司，进了他带的项目组里。现在细细回想，似乎2人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有了轻微的变化，只是我没放心上而已。几个月前，有次他们从 X 市出差回来，我去接机。周思哲拿出一件纪念文化衫，说是送我的礼物，看着上面一排 Q 版奥特曼，我的心差点被融化了。他说他也有一件，拉开外套给我看，心口的位置画着一个单独的小奥特曼。他肉麻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，他是我一个人的奥特曼。而在我们一起吃午餐的间隙，我去洗手间的时候，看到林一脱了外套，露出里面的文化衫，单独一只小怪兽画在心口的位置。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丝奇怪，但又说不上来理由，只是听林一说，他也觉得这件衣服好看，又不想掺和我们夫妻俩的腻歪，于是随手调了一件别的图案，我便没有多想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胃里一阵不适。身边的周思哲睡熟了，我忍着难受下床，偷偷拿他手机去了卫生间。密码是我生日0507，我轻而易举解锁，前前后后翻了一圈好友列表，也没看出什么异常。直到拉到最后，在井号键那个分组里，我看到一个 ID 空了好几格，然后写着小怪兽的人。强烈的第六感促使我点进了此人的主页，性别为男，朋友权限赫然写着不看他的朋友圈和状态。我曾在小某书上刷到过这种帖子，里面的男朋友也像这样，在朋友圈屏蔽掉暧昧对象，就不会被女朋友发现。我颤抖着手点进他的朋友圈，于是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令我此生难忘。最新一条朋友圈发布于6小时前，如果我没记错，那时我正在我妈车里坐着等红灯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有双手被领带打了结，出现在铺着白色床品的酒店床上。疑是以你，照片下配文字，出差看球打怪兽，领带眼熟得很，灰蓝条纹上面绘着一颗红色的心，品牌限量款，和周思哲从行李箱里翻出来的那条一模一样。我彻底傻眼了，原来林一那条朋友圈不是被删了，是不小心发错了地方。那张不堪入目的照片在这儿呢，在他名为小怪兽的小号里呢。我的心口突然一阵阵抽疼，往前翻，我看到了更多不堪入目的内容。小怪兽的朋友圈像林一的另一个世界，存储着他的黑暗秘密和令我陌生的其他人格。
公司安全通道里一支烟的挑逗，地下停车场里不为人知的热吻，甚至是在我家楼道口的依依惜别，都能成为他进入的所谓甜蜜。他们恬不知耻地共度着从我这儿偷来的时间，享受这份禁忌的刺激，不知悔恨，没有休止。他藏着秘密，怀着兴奋，也忍着委屈，甚至还念着我。我简直头皮发麻，震惊于他如何做到一边照顾我，一边与我的男人纠缠在一起。从朋友圈里看，他们的不轨开始于几个月前。细细回想来，那时候我开始孕反应较大，有时控制不住情绪化，因为一点小事和周思哲争吵过，也哭过。但他很包容我，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因而总是让着我。我以为是找到了个绝世好男人，原来是他憋着的情绪有别的发泄之处。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因何勾在一起的，明明之前那么水火不容，彼此都不愿意多看对方一眼。一个是爱我深沉，以我为傲的晨光一般的男人，一个是最了解我，从小就陪伴我的婉约一般的女人。他们瞒得我好严密，他们的背德更让我心痛。胃里一阵阵反酸恶心，我忍不住呕吐，将周思哲煮给我的夜宵全吐了个干净。周思哲睡得轻，听到动静马上跑了过来，再一看被我死死捏在手里的手机，神情明显慌了。他上前抓我的手，想扶我起身，却被我奋力甩开，摸了个空。妍妍，你怎么了？滚！我冲他大吼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我回看他，发觉周思哲一如既往的俊朗，只是脸上透着一丝疲惫，当然更多的是慌乱。我觉得太不公平，身子沉重的，身材走样的，情绪失控的，浑身难受的人只有我一个。凭什么周思哲可以潇洒自如，光鲜亮丽，能随时沉溺新的温柔乡？怀孕以来隐忍的难受、委屈、心累，突然一股脑都来攻击我。我沦陷了，眼泪忍不住往下淌，狼狈又心酸。周思哲似乎还抱着一丝侥幸，妍妍，难受的厉害吗？要不我再带你上医院吧。他试图忽略掉我偷看他手机的事实。我第一次恶狠狠瞪他，想要把他的心肝肺都掏出来看看，到底为什么变了质。小怪兽和球都好看吗？问出口的一瞬间，胃里翻涌不止，我忍不住干呕。说来奇怪，以前周思哲和林一事事不对付，唯有看球时能和解，而我恰好没什么兴趣。两人都喜欢阿根廷队，足球赛是他们唯一能多说几句的机会，没想到如今成了我的噩梦。你都看到了？周思哲刹那间红了眼睛，半跪下来，仰着头看我。他的眼神复杂，仿佛多么卑微似的，又隐隐含了一种终于被发现后的解脱。但我不可能让他解脱，一巴掌扇上去，紧接着又一巴掌，他的左脸红了，右脸也渐渐肿起。他不敢拦我，我也不想停下。他们对我的伤害都不肯停下，我为什么要心慈手软？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们两个背着我去偷，还要在我面前扮演不和，累不累啊？我不想带哭腔，可我忍不住。我知道说出口的一瞬间，从此以后我就要失去曾经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人了。我不顾周思哲的呼喊，捧着肚子浑浑噩噩回到房间，拿起手机就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现在马上来接我。我一刻都不想再看见周思哲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。哪怕肚子里的孩子注定要让我们藕断丝连，但我可以自己养大，可以和这个男人切断关系。周思哲吓坏了，流着泪求我别走。我甚至不愿意再看他一眼，再多一下都让我恶心。那你滚出去，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周思哲痛哭流涕，往日的骄傲和意气风发不在。我不走，妍妍，这就是咱们的家，我的老婆就在这儿。你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让我去哪？妍妍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不会再犯了，我求求你别气坏了身子。他还抱着我不肯撒手，纠缠片刻，门铃响了，我妈到了。周思哲给他开门，我妈看到我们俩这副样子，二话不说，先给了周思哲2个大耳光。他毫无防备，脸已经肿得不像样子。我妈连件衣服都没有给我收拾，拉起我就走。周思哲还想挽留，被我一句话噎住。周思哲，从今以后我跟你一刀两断。当初你勾搭林一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电梯下行，走出楼道，坐进车里，我妈全程没说一句话，带着我驶离这个小区。身子没那么难受了，心里的煎熬更多。当初周思哲带我看房的时候，说这附近有家特别好的幼儿园，绿化也是数一数二的好。我们一起逛家具城，从空房子到温馨一室，我曾和他一点一点把这个小家布置起来。卧室窗台上的可爱手办，厨房里的一碗一碟，我每天翻看的一书柜育儿书，周思哲亲自拼装的婴儿车，我丢在这个家里太多的回忆。怎么可能真的舍得呢？怎么做得到潇洒呢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和这个家都是见证。可正因如此，我才没有回头路。是周思哲和林一打破了我的幻想，把一切美好都毁了。眼泪流进嘴里，苦涩无比。窗外寒风压垮了枝桠，车里的暖气捂不热我冰冷的心。一路无言，回到了小时候的家。我妈搀着我进门，看到鞋柜上摆着的游客照，古城墙下站着我和年轻漂亮的妈妈，没有爸爸的身影，我终于崩溃了。
妈，对不起，我哭得上不来气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全搞砸了。可能以后我也要自己养孩子了。我妈眼睛一下子红了，她再也绷不住，捏了一把我的手臂，却又不敢用太大力气。她这次没有责怪我，狠狠抹了一把眼泪，把心酸咽回肚子里，宽我的心。你没错，也用不着操心，不就是又多了个孩子吗？妈养，妈有经验。住在娘家的日子里，我妈彻底放下美容院的一切，专心陪护我。其实我特别过意不去，但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安心养胎，尽量不让她太担心我。但有人偏偏不让我们安心。周思哲疯了一般找我，几乎天天来求情。一开始脸还有些肿，我妈当真下手不轻，道歉、下跪、痛哭，一系列表演轮番上阵。我妈不为所动，压根不让她进家门。动静闹大了也不嫌丢人，邻居迟早要知道。我不在乎丢人，又不是我犯错。后来她从央求我回家，变成每天给我煲汤送来，再到把育儿书、孕期穿的衣服和用品从那个家搬到这个家，我都没有看过她一眼。我感到唏嘘，但更觉心寒。那么多年的情谊抵不住一时的诱惑，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他曾是个完美的另一半，适合共度一生的人，可如今再想起他，却只觉得像个笑话。我提出离婚，周思哲死活不同意，于是我只好委托律师来办，他又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。他知道我动了真格，发来一大串忏悔的信息，保证这辈子绝不会再有任何出格行为，被我一一删除。我妈问我想好了没有，会不会后悔，我擦掉眼泪，低头抚上肚子。这条路艰难，但我能走下去。很快，这小崽子就要从我肚子里出来了，我怎能不欣喜，又怎会不忧虑？可孩子是我千辛万苦一路呵护过来的，怎可能因为他就撒手不要？那是谋害一条生命。从此以后，这只是我的孩子。我只有一个诉求，让周思哲滚远点，离我和孩子越远越好。林一也来过几次，都被我妈轰走了。从前他有多疼林一，如今就有多恨他。后来有次，他趁着我和我妈去医院，死活拦着我们要道歉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就差跪下了。见周围已经有人举手机拍照，我妈怕闹起来给医院添麻烦，勉强答应他去1楼咖啡厅坐坐。我一言不发，也想听听林一是怎么忏悔的。如若对面是个陌生女人，也许我更能无动于衷，但对于林一，我做不到。我对他的感情甚至比周思哲要深。他再也冷不起脸，说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，千错万错，不该鬼迷心窍，不该让我伤心。如果你非要让我们来，就是为了听你这些废话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伤害已然造成，说这些毫无意义。我不想情绪波动太厉害，误伤肚子里的崽子，拽着我妈起身离开。林一慌了，马上来抓我的手，怕误伤我又迅速松开。他抬起头，红着眼看我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当即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。他怕我就这么走了，满脸带着乞求。陈岩，你难道不想听听我是怎么栽在周思哲身上的吗？说实话，我不想知道，我觉得很恶心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以前你们明明那么不和，怎么就能背着我厮混到一起？不要告诉我是因为没能满足周思哲这种烂理由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捏紧我妈手，她也回握我，让我不必动气。林一掉着眼泪，看起来很痛苦。妍妍，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一直有重度抑郁症，已经好几年了，从我爸妈闹离婚开始，出国后渐渐加重了。我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，但你那几年和周思哲恋爱打得火热，我不忍心破坏你的好心情，所以一直自己默默看病吃药，瞒着你，以为慢慢就会好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就不喜欢周思哲，我讨厌他身上那股较真劲儿，更觉得是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了。你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好朋友了，我没办法独占你的时间，也不愿说那些负能量烦你，我自己消化不了，结果症状就越来越严重。后来我跳槽到他们公司项目部，跟周思哲一起共事，才发现是我敌意太重了。他听你的话，对我挺照顾的。有次出差跟客户吃饭，客户占我便宜，故意把酒泼在我大腿上，然后不停地摸我。我被灌酒反抗不了，周思哲冲出来揍了那个人，场面闹得有些大。那一晚我们都醉了，我可能是孤单太久了，苦闷太久了，一时被酒精冲昏头，不管不顾的就和他发生了关系。一开始我们都很后悔，我想过向你承认错误，跪下来求你原谅，但我太差劲了，我开始贪恋他能给你的那份照顾体贴。周思哲说怕你知道伤身体，所以我们说好，等孩子一出生就向你坦白，无论如何求得你原谅，结果没能及时止损，就一错再错，往深渊里越陷越深。对不起妍妍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是不要不理我行吗？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，我真的比周思哲更害怕失去你。我妈沉着一股气听完，终于憋不住，抄起桌上的杯子，一杯水泼了林一满脸，却是连一句话都懒得和他说。而我没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我心疼他得了抑郁症，心疼他在国外孤单寂寞的日子，心疼他被客户骚扰。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最要好的闺蜜，我怎么会不心疼？
可这些难道就该成为他们背叛我的理由吗？我有些累了，示意我妈可以回家了。林一终于崩溃大哭，想拉住我，却被我妈一手挥开。她仰头看我，眼泪模糊了她那双会说话的水灵大眼。这个人，这张脸都让我无比陌生。一巴掌扇上去，我没有犹豫，这是他欠我的。可是他欠的太多了，我已经不想给他机会还了。眼看肚子快足月了，我和我妈好不容易过了几天消停日子，周思哲妈妈又找上门。她听说了我和周思哲闹掰的事，特地从老家赶来，想上门替他儿子求情。我妈念在她也不容易，没直接把人赶走，让我经络室不用出来，给了她一杯茶，但没给什么好脸色。我听见他们在客厅说话，越说越大声，后来我婆婆好像哭了，声音带着哽咽。我听到她说周思哲在单位赚钱也不容易，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能不能就原谅他吧？还说哪个男人没犯过错，好赖一辈子都这么过，夫妻之间不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？我越听越气，忍不住从卧室出来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听到了什么离谱的话。我可真没有您大度，原谅不了您儿子犯的这种错，一辈子不可能原谅。婆婆看到我挺着大肚子，脸上表情复杂，又喜又悲，赶紧把门口那2箱特产往屋里带，卑微中透着一丝强迫。妍妍，妈回头一定好好教训思哲，但你看你这么大肚子，回头生了孩子没有爸爸怎么行？你妈以前一个人带你就不容易，你可不能再……这话说的让我妈听了更来气。我女儿离了你儿子一样过得好，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的。说完了就拿上你的东西，赶紧走吧。我们不稀罕。两人推推搡搡，看得我闹心。我想让他们别再吵了，让我静一静，肚子却突然疼了起来。我哎了一声，疼得冷汗都冒出来了。我妈终于不再和婆婆争执，赶紧跑来看我。亲家，看样子这是要生了，咱赶紧送孩子去医院吧。眼前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肚子，谁也顾不上谁那么多。我妈开车，3个人一起去了医院。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，实在狼狈。路上婆婆还要给周思哲打电话，可我疼得已经不能思考，管不了那么许多了。被推进产房的一瞬间，我好像看到了周思哲的身影。如果是从前，我多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，哪怕无法分担痛苦，但至少心里不像现在这般空洞折磨。我祈愿孩子平安降生。可没有爸爸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活得幸福？我大脑一片混乱，疼痛逼得我开始胡思乱想。分娩时的剧痛更让我彻骨难忘，好几次我都疼得受不了，甚至疼得想死。可是为了我的孩子，我又不得不遭此一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累得快要虚脱，直到听见那声稚嫩的哭泣，护士抱着走到我身边，说着恭喜，6斤6两，是个男宝宝。疼痛过后，我累极了，张不开嘴说话。闭眼之前，恍惚间看到周思哲向我奔来，满脸焦急，一如当初向我求婚时那样，又慌又喜。等我醒来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妈。她说护士给我儿子去做清洗了，让周思哲去接，婆婆也跟着去了。我妈心疼我，留下照顾我。刚一睁眼，她就哭了。她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走了一遭鬼门关。她问我还疼吗？累不累？我也哭了，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，沾湿了枕头。我妈抹了一把眼泪，故作轻松，以后就是咱们娘仨相依为命了。闺女怕不怕？我哭出声，虚弱却又坚强，回答她有妈在，我不怕。周思哲带着儿子回来，推门进来时眼里还含笑，看到我的哭相马上收敛，讨好般把儿子抱到我跟前。妍妍，快看看咱们儿子眼睛多好看，多像你。周思哲妈妈也凑过来，满脸欢喜，就是长得这么水灵，可不就是集中了爸爸妈妈的优点吗？看我大孙子多乖多好。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。我妈嗤了一声，从周思哲手里接过儿子，用身体把他们母子2人阻挡住。我没力气理会他们，就着我妈怀抱的姿势，深深看了一眼我儿子。小小人一枚，哪能看清楚长得像谁？但那种他是我儿子的神奇认知，终究还是让我眼眶一瞬间湿了。为了他的降生，刚刚我受尽折磨，却也满心欢喜。10月怀胎，他曾是长在我身上的一块肉，如今从我肚子里分离，变成了眼前的小小人儿，仿佛像一场梦。而方才把他抱进来的人，是将这个美梦彻底打碎的元凶。我看向周思哲，他立马会意识的到我身前来，小心翼翼地叫着老婆，对我说辛苦你了。老婆，我接你回家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一家3口以后好好的，行吗？虽然这么说有些晚了，但我好像突然理解林一当初看不上周思哲的那一点，装模作样，虚伪。只可惜，我竟然还要通过他才能真正看清这个人，真讽刺啊！嘴唇干得很，嗓子也发涩，我沉下一颗心。我不是你老婆了，我儿子从今往后也和你没关系。周思哲妈妈想拿孩子说事，周思哲也哭着求情，可我妈铁了心要和他们一家断绝关系。她第一次发起狠来，连我都害怕。孩子吓得哭出声，病房里吵吵嚷嚷，连护士都跑进来警告。2人终是拗不过我妈，被轰走了。离婚之路漫漫，但身体要先养好，恢复一些后，我妈把我从医院接回家坐月子，还请了保姆来照顾。
周思哲仍然不死心，天天到点来送营养汤，统统被我妈拿去楼下喂了狗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捧着一束花过来，给孩子买了一堆又一堆婴儿用品，不敢进来，就都放在门外。可我妈不稀罕，都捐给了社区。保姆看明白我们家的事，连连叹气，却又不敢多说什么。这几天我睡眠很差，几次起夜喂奶，睡着了又做噩梦。孩子满月前几天，有次我睡午觉被吓醒，梦里一片血红，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我被推了一把，吓得摔倒在地，猛地就醒了。一睁眼，天已经渐黑，我妈刚进家门，我眼皮跳得厉害。她说在楼下跟周思哲碰上面了，多数落了他几句，还把怨气带回了家。本来因为产后激素紊乱，月子期间我就变得情绪化、易怒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又因为噩梦恍惚，于是没和他说两句就吵嚷起来。那你以后别管我行了吧？孩子被我吓到，在卧室呜呜哭起来，吵得我们心烦意乱。保姆哄半天也没用，我奔进去看他，听见我妈摔门而去。稍微冷静下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听他说是要去美容院看一眼，刚刚店员说有人闹事。说着说着，电话那端吵闹声骤然变大，有男有女，掺杂着叫骂，似乎还有东西碰倒的噼啪声响。突然我妈喊了一声，电话被掐断了。我直觉不妙，眼皮跳得更厉害，心跳砰砰变快，总觉得不吉利，心里忽然特别难受。我赶紧给店里打电话，可我打好几通都没人接，我又打给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小妹张丽，几次过后终于通了。我张口就问我妈怎么样，却听见电话那头声嘶力竭的哭喊声，张丽说话也哆哆嗦嗦，喊了哭腔。老板他被捅了好几刀，流了好多血，救护车还没来，姐你快来！我腿软的差点坐地上，耳边嗡嗡响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霎时间，我的世界好像一下子停止了运转。我不管不顾地冲下楼，外套也没顾上穿，慌得连拖鞋都跑掉一只。身后传来保姆的呼喊，我也仿佛听不见一般。周思哲竟然还没走，他的车就停在楼门口，看到我狼狈跑出来，立刻迎上。寒风凛冽，打在我脸上像刀割般的疼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掉，话都说不连贯。刚刚我等不到电梯，是一路楼梯奔下来的，跑得太快，胃里反酸，脚下发软。他一接住我，我就再也控制不住的往地上栽。他问我怎么了，我的声音却像哽住了般艰涩。我妈，快带我去美容院，美容院离小区不远。车子疾驰而至，还没下车，我就被门口的一幕吓到了。救护车、警车都到了，警戒线外围了一圈的人。我跌跌撞撞下了车，看到地上一滩一滩的血，发疯了似的拨开人群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到我妈就那么躺在门口，衣着单薄，一动不动。我心痛得不能呼吸，冲着一圈人大声疾呼：救护车呢？医生呢？你们怎么不来救他？有警察过来拉我，让我冷静。他张着嘴对我说，人已经没了呼吸。我又耳鸣了，恍惚听到他的话，嗓音却是比腊月里的风还冰冷，宣判着我死也不愿相信的事实。我猛摇头，还在呼喊：怎么不来呀？怎么不来呀？你们！声音却越来越没了底气。我的理智终于在身体里断了弦，渐渐从质问变成了祈求，直到最后看着他们要把白布蒙到我妈身上。我用身体拦着，卑微地跪在地上，向其他人求救：求求你们，快来救救他吧！求你们了！周思哲将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想扶我起身，却怎么也拽不动我，警察也拉不走我。我就这么趴在我妈身上，紧紧抱着她，贴上她已经停止的心跳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周围有人在讨论凶手，有用手机拍照的声音，张丽和其他店员在我身后说着什么，还有周思哲的声音，我却好像都听不见了。冬天那么冷，我妈怎么穿得这样少？我想用体温给我妈取暖，让她快点醒过来。都怪她跑得太急，摔倒了吧？都怪我对她说狠话，把她气晕过去了吧？那你以后别管我行了吧？这话竟一语成谶，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接受现实太艰难，看着停尸房里苍白冰冷的她，我终于意识到我妈已经离去的事实。任凭周思哲如何绕在我身旁献殷勤，我也无心理会。他几次想来见儿子，都被我无情赶走。01换着号码打电话找我，也被我一次次拉黑。比起我妈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们俩的勾当仿若已不值一提。对于案件的调查配合，我更是冷酷面对，绝不心软。在我妈走了之后，我终于活成了她的样子。我绷着一口气，学着像她一样狠下心，很多事的解决竟变得轻松许多。但大多数时候，我好像失去了活着的力气，行尸走肉几乎成了我每天的状态。周围人都怕我想不开，我又何尝不想一去了之？可我如今有儿子了，他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，为了他，我得撑下去。终于，我等到了凶手伏法，他承认了全部的犯罪事实。调查结果说，他因为追求女生不成功，决定报复社会，跑来女生做美容的地方闹事。我妈为了保护客户和他起了冲突，他一气之下大开杀戒，将我妈活活砍死了。
据说凶手父母也都是体面人，儿子犯了罪，他们痛心疾首，但也甘愿认罚。这些话听上去轻飘飘的，落在我心里却沉重如山。我恨不得让凶手立刻偿命，下地狱。这段时间我过得浑浑噩噩，除了去警队配合工作和律师交涉，还要想办法处理我妈留下的美容院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美容院生意一落千丈，我还要操心员工遣散、客户安置等事宜。我也不能把照顾儿子的重担全压在保姆身上，如今他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了，他的安宁是我最大所求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分心安排好复工的事。糟心的日子里，能让我短暂喘息的居然是工作。我很幸运能得到公司领导的信任，刘总和团队一直在等我回归。而和周思哲的离婚，竟已成了最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想当初知晓真相时像天塌了似的，现在看却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我活得风风火火，状态好似无异常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夜深人静时分，我还是会躲在阳台憋着声音哭，眼泪沾湿衣裳，悲伤闷在心里。有时我抱着儿子也会突然哭起来，但看到他的笑脸又舍不得掉眼泪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我给他上了户口，我为他取名陈安宁，希望他的未来顺遂，一生安宁。我给他拍了大头照，还有一张我拉着他小手的照片，就摆放在我和妈妈合影的旁边。如此，我们一家三代好像终于聚齐了。我白日奔波，夜晚照顾，一点点有了当妈妈的实感。只可惜我的妈妈去世了。我妈要强了一辈子，活得独立、强大、遇事果敢，从不服输。虽然脾气差又爱唠叨，但她永远是我的英雄。可我多想她能再陪陪我。说好的娘仨相依为命，她怎么能抛下我，就这样撒手去了？案件调查落下帷幕，凶手从重处罚或死刑，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等一切赔偿款也即将下来。我顶着红肿的双眼料理我妈后事，绝望已成为昨天。我强打起精神，想好好送走她。殡仪馆里来了许多她曾经的客户和老姐妹们，她们抱着我哭，鲜花和吊唁给了我太多安慰。周思哲非要陪我守灵，熬得眼睛比我还红。我第一次没赶他走。灵堂开了暖气，我却还是觉得冷，寒意阵阵袭来。我好想叫醒我妈，听她再啰嗦几句，问问她衣服够不够厚。周思哲劝我睡一会儿，我没理他，熬着不肯睡，想找保姆问问儿子的情况，却在手机邮箱里收到01的邮件。陈妍妍，这可能是一封绝笔忏悔信，能不能求你看完？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再陪着你了，但当我知道阿姨的时候，我还是最担心你。你不知道吧？其实你是个爱哭鬼，小时候受了委屈不愿意说，憋到最后就自己偷偷哭，我都知道的。还有啊，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螺蛳粉和肥肠，但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唯一的朋友，只可惜现在真的失去了。这次你肯定也哭了吧？我恨自己不能安慰你，没办法陪你一起面对，我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罪人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不需要离开你们的家，也不用自己承受生育的痛苦，更不用把照顾孩子的压力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也许阿姨也不会这样突然离去。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。和你坦白后，我和周思哲就彻底掰了，也都遭了报应。他因为得罪客户被投诉多次，已经让公司踢出项目组了，据说即将被裁员，但那已经是我辞职后的事了。我辞职前随项目组又去宴请客户，却遇到了比上次更过分的人渣，他们把我同事灌醉，给我下药，带我去了酒店。我躺在那张床上的时候，终于知道没人会来救我了。我彻底脏了，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复。家里人帮我报警打官司，我却只能每天对着他们发疯。我打不通你的电话，我没有朋友了。抑郁症更重，快要压垮我。我尝试过割腕，他们就把所有尖锐的东西都扔出去。我喝了大量安眠药，又被他们送去医院洗胃。不用替我难过，这些都是我自作自受，对你和阿姨造成伤害。那时候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等你看到这封邮件时，我应该已经在去往安国的飞机上了。几次自尽没成功，我要被爸妈送去那边的疗养院了。其实周思哲从始至终都是你一个人的奥特曼，我才是破坏你们的怪兽，活该被打跑。我会自己消失，再也不来烦你。只是好可惜，我还没见过我干儿子长什么样子，但他肯定很漂亮，我才没眼长得像你。阿姨从小看着我和你一起长大，就像我的另一个妈妈，我太对不起她，我会下地狱，希望阿姨能好好上天堂。最后，陈妍妍，少哭一点好不好？以后没有我这个烂朋友，你的人生会光明灿烂的。我是恨林一的，也怨过他，但他不该遭遇如此惨烈，那些人渣才是要下地狱的。我不知道身边的周思哲知道这些会作何感想，悲伤隐隐作痛，像暗夜笼罩着我，一夜无眠，坐到天明。我抹了一把脸，该送我妈去火化了。看着她的遗体被推进去，我已经心痛得哭不出声音。记得小时候来到碧市没多久，爸爸就去世了，但他的离去已经太久远，久到我已经想不起那时候的忧伤了。
小小年纪时，伤心好像没那么多，只要每天能和林一打打闹闹一起玩，日子就没那么难过。可现在，当我妈也撒手而去的时候，我却觉得像天塌了一样，我的世界全崩裂了，我的家彻底没了。小时候的快乐和轻松更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也在周思哲的肩上崩溃大哭，我发誓这将会是我最后一次依赖他，因为撕心裂肺太痛苦，压得我喘不过来气。直到拿到那枚小小的骨灰盒，我终于可以骗自己，看妈妈还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亲眼目睹妈妈火化全程，我连身上最后一丝力气也耗尽了。但我知道我必须重整旗鼓，整理完一切，现在该回到我儿子身边了。周思哲还想跟着，被我拒绝。我妈离去，林一也差点没了。世事无常，我和周思哲该到此结束了。谢谢你陪我送他一程，但是就到这儿吧，我没力气和你多说什么了。从今往后也不要再来找我，我们离婚吧。周思哲抬眼，深深地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到他眸中光亮全部熄灭，暗淡失色，也能看出他眼里的血丝不是假的。他顿了几秒，眼泪无声淌下来。历经几个月的沧桑，在他脸上早已寻不到我曾经深爱的模样。他终于认命般地接受了现实，声音轻又艰涩，对我说：“好的，保重，陈岩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。”我和周思哲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他净身出户，孩子跟着我，房子也归了我，他的存款我没要。大形势不好，据说他原先的项目组整个解散，他也被裁员了。但这些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陈安宁半岁的时候，我领导刘总找我谈过一次话，说公司在 C 市开了分部，问我愿不愿意带团队过去。当初我妈遗体告别的时候，他也来了现场看我，知晓了我家的全部情况，但没说太多安抚的话。他只希望我处理完家事，尽快收心回来上班，还有好多活等着我干。我记得他那时留给我一句话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人生就是做一场又一场梦，好梦噩梦都会醒的。如今这场梦好像终于要醒来了，我决定带着陈安宁去 C 市。我妈赔偿款全部下来后，我处理掉美容院和家里的2套房子，将周思哲那套房也卖掉了。多余的物品全部捐出去，我要和陈安宁一身轻地离开这里。我从小像个没有根的孩子，在 B 市漂泊这么多年，也回不去 D 市了。当初沉甸甸的来，如今轻悠悠的走。飞机起飞，3小时后落地 C 市，刘总联系了当地的合作方叶子姐来接机，我抱着娃和他打完电话。取行李的时候，我哄着陈安宁看行李箱在大转盘上绕圈，他笑得很开心，无忧无虑。旁边忽然听到一阵手机铃声，竟然是那首久违的奥特曼。不想你拯救星球，我知道也会偶尔难受，只是他们听不懂。也许不能够厮守到老，但我会飞向你的星云，然后带上我的问候，恍如隔世。思绪好像一下子飘飞回18、19岁的时候，为了一个方案的细节修改争得面红耳赤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们和学校硬碰硬。为了活动，我们一起坐飞机到赞助商的城市去竞谈，颁奖典礼上的发言， KTV 里的喧闹，好像都还在昨天。可那种肆意张扬的充满希望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我没意识到自己哭了，陈安宁的小手摸上我的脸，无意识蹭掉了我的眼泪。我瞧着他的笑容，收起了胡思乱想。取了行李，我抱着小安宁过安全出口，机场广播里的声音响起：请往前走，不要在此停留。